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啊，又是一期科技乱炖。我们这个每周更的 flag 算是立下了啊，不得不更，然后也正好有点话题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我记得咱们上次聊 ChatGPT 应该算是第一波吧，12月份我记得咱聊12月7号好像是，应该算第一波。后来沉寂了，然后又年后突然又火一次，出圈了嘛。对，这次出圈了。对，咱是在第一次的时候录的。对，而这个出圈呢，就让我们看着有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了。很多大佬又要 all in 了。你知道这个大佬 all in 这个事情就很好玩，你知道吗？历史上我们看到了大佬们要 all in 元宇宙all in 区块链 all in NFT 啊，经常看见大佬们在微博上或者朋友圈上的各种宣誓啊，这次大佬们又要 all in AI 了。以前其实不只是从这个区块链开始的，当年百团大战就 all in 了，all 了很多人，但那时候没有什么朋友圈，咱不知道，可能他们暗中线下也宣誓过。还有我觉得他们就喜欢 all in 来表示自己的决心。没错，就是一个宣誓吧。然后我看我朋友圈里王慧文就是美团的之前的这个算是 CEO 还是负责人，反正我其实还跟他见过面，二把手，一把手不就是王兴吗？他俩是上下铺啊，同学是吧？对。当时我那个为什么我朋友圈里有王慧文呢？因为我当时那个商业 WiFi 那个项目，当时是同时在跟彭博士还有美团一起在谈这个后面的合作的事儿，最后选的是彭博士嘛，所以之间的沟通也是比较多。这次王慧文发朋友圈了啊，大家反正也看到那疯传的朋友圈了。核心我就是怎么说我没记住，核心我记住了啊，要投入 AI 了啊，要带资入团队了，要带资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这是王慧文老师哈。他发了2次，第一次是在这个朋友圈说他要带资入组，这个意思是说他想找一个现成的团队，带点钱加入，然后后来呢是发的极客是吧？就是说这又改了，我感觉重新成立公司吧。然后反正就各种吧，但是薛蛮子这个名字是不是大家好像都没啥印象了？在国内，他说沉寂了，对，沉寂了。他可能也不是主动沉寂。哎呀，这个人争议还是蛮大的，这个争议咱后说吧，咱来说具体的这个事儿吧。他说什么？他发的是推哈，刚刚和我纽约的老朋友（括弧小灵通的联合创始人倒括弧）这人我猜了，应该是陆洪亮。然后说跟他通话，他儿子是哈佛商学院的 MBA， 麦肯锡高级合伙人，说这个 ChatGPT 让 consulting 行业一夜就完蛋了，什么教育培训、外语教学彻底的黄了，叹号，能够几乎免费的雇佣了无数的高智商的7×24小时无假日、1年4季的效力、无工会不闹情绪的驯服工具，句号，世界要大变了，句号。跟他宣誓上次区块链的宣誓感觉是差不多的语态啊，这个句式都差不多。看到了好多，就是如果我们说王慧文老师写的那个东西呢，还是一个我看好 AI 行业的啊，我要在里面去很谦虚，他说我不懂啊，我不懂，我带资入伙是吧？但是薛蛮子老师的这个反馈，我就觉得可以玩味一番了。为什么他觉得让 consulting 行业一夜之间就完了，什么东西就彻底黄了？真的是出现了如此具颠覆的技术了吗？试用心得呢，其实我们前几期聊过不少，我就聊聊最新的一些发现或者是感触啊。就是 ChatGPT 呢，首先是它没有人格，也没有人的智慧，这个是肯定的。但是现在朋友圈里很多人说这个东西是有人格，他都爱上我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当然了，第一个他爱上人的这个不是 ChatGPT， 这是必应。对。第二个是我怀疑必应啊，他可能会从聊天中学到东西，加入到他的这个训练集中。但是 ChatGPT 呢是不会学东西的，就是你跟他在反复的聊这过程中结束了就都删了。而且可能它背后用的东西不太一样吧，但是我用 ChatGPT 的感觉就是
它其实是一个拥有，就好像你在跟一个图书馆聊天，这个图书馆里边如果有爱情小说比较多，你就会感觉他比较感性，或者他会爱上你。如果图书馆里边都是非常这个硬核的知识，那他就只跟你聊知识。所以他其实你在跟一个图书馆聊天，并不是跟一个人，他不会创造这些人类不知道的东西。所以我前两天有一个特别有意思，我在朋友圈一个朋友，就是一个数学爱好者，大家可以理解为数学民科啊，这么一个朋友啊，他也破解了什么猜想是吧？对，然后他输到 ChatGPT 里问这个证明对不对，是不是一个划时代的这个啊，让他去尝试解一些这个数学谜题，不是让他解，是让他评价一下自己的一个证明比如我解开了哥德巴赫猜想是吧？你说我对不对？你写一大堆特别长的式子，对吧？反正我看不懂。他问那 ChatGPT 说对，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猜测。我给他提示啊，我说要不然你反着问一下，就是你问 ChatGPT 说这个是不是一个划时代的这个成就？后来他就没动静了，没有再理我，被打击了。对，因为实际上像这一类聊天机器人，它是不可能说出来这个人类还不知道的东西。它其实它的知识就是训练的那堆东西吧。包括薛蛮子讲的这些事儿，比如说 consulting 行业是不是一夜就完了？我觉得可能完不了，还远。但是有一些行业影响会比较大，比如说你学外语，就像我之前聊的，包括我写了一篇 blog 里边说到，我去写那种特别正式的英文的文本，其实对我个人的能力来讲是比较难的。我没有那么强的英文书写能力，但是用它来生成呢，确实生成的非常好，从语法到结构都很好。我现在也尝试用那个 DeepL 先翻译一遍，然后扔到 ChatGPT 里说你给我整理整理，然后它整理出来一个语法结构特别好的一封邮件。对，甚至你就不用翻译，你就用中文跟他描述梗概，然后告诉他你给我翻译成英文，用英文表达，他就可以写出来，而且写的确实非常好。我觉得在这种语法层面或者是结构层面，它是有优势的。它的优势也只是替代那些写稿的没有自己的观点输出的这种职业。所以我觉得当然薛蛮子老师多说一句，他曾经是我们所谓天使投资这个角色或者这个行业的一个代言人的感觉对，所以他当然了，现在呢，因为咱们好像过去有一波运动咱们只能讲运动包括开复老师包括这个蛮子老师都消失了，所以他呢可能需要重复的有话题性来把他自己这事儿，就好像这个明星开演唱会一样要重新出现，所以他讲这个事儿呢肯定是有夸张的成分，而且我觉得他也是故意这么说的。跑通告吧。对，包括开复老师也是，开复老师最近在微博上也出现了是吗？他也在讲这个事儿，当然他讲的主要话题是卖书，因为他过去写过一些 AI 的书，在上一波 AI 浪潮的时候，对吧？这次他又说，你看某些事儿在我当年的某本书里观点已经得到了印证这书的链接如下。对，我觉得这种输出还蛮好的，对吧？人最起码以前去思考过这件事情。对，反正这个 ChatGPT 破圈之后我们就之前呢我们在聊的时候，可能还是一些 IT 圈子里面的人，这个破圈之后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就是各行各业的人看到了这个 ChatGPT， 甚至说他自己都没有亲自去用，然后他就觉得这个好像我要失业了，好像他要爱上我了好像他要替代了某些行业了，他要这个统治，甚至要统治人类了看到了不少这些东西。我昨天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在说这个事儿，我说大家能不能稍许的去看一看论文，看一看这个东西真正的能搞定什么，不能搞定什么你再出来发表观点，算不算一个对技术的尊重呢？就像我们理科生不懂艺术，但是我们也很尊重艺术一样，是不是
别看着一幅画就瞎说呀。你这个要求太高了。你是在黑文科生还是在黑理科生？就都高都高。对，实际上我们最近也在尝试，就是刚才某个老师说的，我想尝试他写我们乱炖节目的提纲。哎，好像你看我乱炖聊都是一些已知的东西，似乎拿它写出一个提纲来呢很合适。然后那天舒淇呢就兴致大起，说我用 AI 技术给你全流程的生成一个节目啊，从写提纲开始一直到写 show note 到最后做图，哎，我全拿 AI 给你做。最后第一步就卡住了，写出来一个提纲。我一看这提纲，我说您去找那个退休同志吧，他姓胡，叫胡锡进，跟您反正也同姓是吧？你找他录这个没问题。就是所有的观点呢，他能写出来，真的能写出来。比如说你如何看待 ChatGPT， 或者你如何看待某个问题呢？然后他就写了一个提纲啊，一条一条列得很清楚。但是你如果看里面的观点，就是一个非常四平八稳，就完全不会有错的这么一个观点，谁也不得罪。对，大家讲 AI 胡锡进，其实如果你仔细分析一下胡锡进的这个文风啊，他就是我们典型的所谓辩证法，一分为二，两边都讲啊，两边都不得罪。这边我也可以理解，那边也是正常啊。最后归纳一下呢，就是大家其实就这样吧。啊，对，就这。但是你说，如果我们拿这个提纲录出一个乱炖的节目来，那能听吗？这才是问题。因为咱虽然聊的是已知的问题，但是这里有我们的个人观点，有我们个人对这件事情的认识。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办法给我生造出来的，是没有办法生造出来某个老师的观点，生造出来老高的观点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最重要的不就是说了嘛，说它只是一个对已知知识的一个整理和归纳和复述，对，但是没法去对未来去做任何的一个怎么说，算是一个评估吧，对吧？对，他没有办法，甚至不是未来的东西，他是没有办法有个人观点的。其实你说已知的知识吧，也不对，就是他经常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对吧？对。就是他涉及到知识性的东西呢，他也经常胡说，所以他这个就是 ChatGPT 的这个能力啊，其实非常有意思。它既不是知识啊，它也不能发明创造，它就是能把话说圆。对啊，这个话这个说圆了以后，你仔细想，可能全是错的，但是就是圆，你没办法，非常的自洽，看起来没毛病。哎。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的能力啊，其实这个能力并不是很简单，但是因为实际上知识性的、事实性的东西是好补的，我觉得只要语料里边把这个东西的这个加强，或者是有甄别，可能是好补的，但是这个能力其实挺厉害，因为之前我看过一篇文章在讲 ChatGPT 是怎么选择它的语料库的，实际上是挺复杂的一件事儿。他选了很多小说文学作品，为了提升这个就是他的表达能力，但是后来好像把所有的言情类小说都去掉了，就是爱情小说都去掉了就是他有里边训练了几轮嘛，他有不同的取舍，他在这个选择语料库的时候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哎，你提到这个语料库，现在的观点也分为了两派，就是一派人觉得中文的内容的训练，如果依赖中文语料的话，由于在互联网上中文内容生态的封闭，加上中文内容质量相对来讲打引号的低下，可能会对中文的类似 ChatGPT 这样的产品的这个内容的训练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一派。另外一派认为它完全可以用英文去训练嘛，用中文说出来就可以了。其实对这个东西，对它的最后生成的质量没有影响。但是好像这两派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中文的语料比较差，中文的内容比较差。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实际上 ChatGPT 我觉得它并不是用互联网的数据做训练的。因为互联网的数据呢，实际上只有数据，它没有标注啊之类的这些东西。而且这个数据的质量很难说，你没法甄别。而国外呢，其实有很多机构提供语料库，
就是以真正的为 AI 而设计的语料库。是有这种，而且有开源的，包括维基百科，对，包括维基百科也是一个重要的训练源。但是维基百科上面的中文条目还是很少，并没有英文那么多。那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也比较怀疑国内的互联网公司，特别是像搜索引擎公司，能不能真的搞出来。就是它并不是用网页数据来训练。你想，咱拿网页数据训练出来都是什么呀？那可能都是莆田医院，对吧？对，所以中文呢，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文其实中文世界是分裂的。大陆的中文和大陆之外的中文的内容可能完全相反，就是我在基于大家都知道众所周知的原因，所以很多人就讲 ChatGPT 是有这个种族歧视的，就是你用中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英文对同一个问题的阐述都不同。但其实这不是 AI 的问题，是因为这一套语料它就是带倾向性的。有一个论文里边把这个蒋介石的这个名字翻译成了另外一个，然后被很多的论文引用，最后发现那其实讲那个常生凯，对吧？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你说人都会看错，更何况 AI 了？对，而且如果说常生凯的引用的总的文本数量比蒋介石要多，那就把蒋介石那个事儿要修正成这个了。而且比如说就这件事儿，在繁体中文的这个环境里，可能对蒋介石的评价和简体中文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呢，这些 AI 的机器人也意识到说繁简体的问题，他们可能会归一化成某一种语言，但是内容不同这事儿就不好解决了。所以说这个在中文环境，特别是在大陆怎么落地啊，这个还捏着一把汗。是没错，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其实聊的不是 AI 或者是 ChatGPT 哈，今天我们聊的是大佬的焦虑和焦虑的大佬。为什么说这件事情呢？就是最近的这些大佬们，无论是发各种朋友圈也好 Twitter 也好微博也好，我们从这些的发布背后，第一看到了他们所谓的决心，第二其实更多的看到的是其实是他们的焦虑。老高你有没有这感觉？我其实想说，他们 all in 的想法未必是自己真的 all in，是想找一堆接盘的。这个当然是这样了，就是这是我接下来想说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要宣布 all in， 如果你看好这个技术，难道是你今天才看好的吗？在我看来，他们表达那一切都是说，那个语境就是我刚刚发现一个突然跨时代的东西，刚刚发现。问题是在于 OpenAI 这个公司都多久了？从 GPT-1、GPT-2一直到今天 GPT-3，这很久了。你从虽然 GPT-1有很多很多的缺陷，但是实际上你从 GPT-1已经能够看到今天的这个结果了，这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难道你今天刚刚发现吗？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很得罪人。我觉得这条朋友圈很得罪人。我说，难道你们获取行业最新资讯的途径也是抖音和微博吗？是跟我们一样吗？跟我们不一样，好吧？跟普通人一样。对，我们最起码还多看看是吧？最起码我录的比你早，比你发朋友圈早，这胡说八道啊！但是就是说，类似的高科技，别管是元宇宙、区块链这个东西，也是他们后来说这个东西破圈了，很多人在里面炒币了，他们才发现这个东西。包括之前徐小平，这次徐小平好像没说话，不知道为什么。这次徐小平没有被截出来群里截图啊，让大家都去搞区块链，没有啊？这次倒是没有。就是说，你们获取最新科技信息的途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投资人站在产业最前沿的去投产业的这些投资人，跟大家的信息获取能力，甚至说跟普通群众的信息获取能力都在一条线上，我们怎么相信你能投出好的项目来？还是说像老高说的，他们其实只是因为这个风口来了，要找人接盘，为拉高自己的投资价值，才故意的做关注状。所以他们看的是科技趋势，还是看的是大众情绪带来的投机机会呢？其实我今天特别想问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答案不言而喻。我觉得不一样。你看啊，我给你分析分析，这个有一些人啊，是比如说王慧文，他这个钱应该是自己的钱吧？是啊，所以说呢，他可能是真信了。
这个事情咱不是说黑这个王慧文啊，对，但是是这样，就是他说他愿意投5000万，和到最后这不是真的投了5000万，这是两码事儿。就是他表的决心和是不是真的能做到这个事情，咱不好说到最后是什么样子。因为你想啊，如果真的去训练一个大模型，每一次都要几百万美元，这5000万美元可能只够训练关键是只够训练10轮的。那你可能1年就花完了。我觉得是说很多公司或者很多人他就没想到这个 AI 这个东西是一个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难度，他总觉得可能像做一个应用一样，那个难度那其实可能比那个难度要大得多得多。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可能觉得我有1个亿，在平常的时候我投一个公司是足够把它做起来的，对吧？但现在你可能需要有10个亿才可以啊，这难度可能是以前所有的投资的难度的10倍。那你想想吧，那你想想，如果说他投了几千万美金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事儿是做不到的，你说他还会把剩下那该投的几千万美金的钱再投进去吗？我相信他一定会偷偷的就把钱收回去了。这你说的是一个实操过程中的事情哈。对呀，对呀。所以说当然我觉得王慧文可能前几年是在研究那个 Web3， 对吧？研究那个加密货币，但是他没有真的迈进去。我相信可能他觉得AI 这个是比加密货币那个东西是要更加对，肯定靠谱多了，肯定这我们谁都承认，对。但是就他自己也说呀，就他其实也在学习，但这个陡峭难度在我看来真的是不太一样，比做一个美团做个滴滴的难度的高得多。因为你做滴滴还可以做一个什么，比如做个 MVP， 对吧？但可能 OpenAI 就是或者你做一个 AI， 可能难度上来就是你得先做个大模型，先把大模型先能够跑通了，你才有下一步机会啊。对，这个坡很陡嘛。对啊，而且不是说你做个大模型出来就行了，前面还有 OpenAI， 有谷歌有百度在前面给你横在前面的，对吧？就算你做出来了，你的商业化的事儿其实也会非常难。因为它这个不是有一个大市场，我获得尽可能多 to C 的用户，这件事情就能证明我成功的。它其实是一个 to B 的事儿了。对，它是一个硬科技吧，我们可以算是它是一个技术。但是我们认为中国的 to B 市场算是成熟市场吗？并不算。但是这个事儿本身又不能靠情怀，又不能靠爱发电，对吧？爱不起。对啊，这个太贵了，这个有点贵啊，是吧？说王慧文这个事情啊，其实我更愿意相信它是一个测试啊，就是说他号称要拿出5000万美金，以自己的号召力和钱的号召力，他想测试一下自己能不能真的组队成功啊，并且带动更多的钱进来，因为这个5000万肯定是不够的。但是如果加上他自己的影响力，万一再能搞进来5个亿、50个亿，也许真的能做。我更愿意相信他在朋友圈说的这个话呢，其实是一个投石问路。但是其实我想说啊，我觉得王慧文是信了这件事儿的。这个我相信，但是可能他没考虑到真的未来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困难程度。是，对，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也会很快的学习到这一点。但是有一些投资人呢不一定信，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 VC， 就比如说18年徐小平在讲说区块链革命已经到来，那时候大家都在搞半夜3点钟，对吧？对，那叫3点钟论坛，现在还在呢。3点钟那群我在里面。有人说话吗？你猜没了吧？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人说了。因为 VC 啊是这样 ，VC 不是自己的钱，VC 是要募资的。他看起来在拥抱一个新的东西，在喊口号，并不是为了说你们创业者赶紧入场，我来投你们。恰恰相反，他是说你们 LP 赶紧入场，把钱给我。所以说 VC 说这个，如果说这种话，大家也就听听看，不要真的把钱给他。因为过去疫情3年啊，这个 VC 的募资其实变得很难。对，现在有很多 VC 呢，因为他的这个
后续的上市退出的不多，这些 VC 钱也不多了。有的 VC 这个管理费花的都差不多了，但是钱一分没投出去的也有。所以说现在呢，大家都在拼命的募钱，而这个 LP 就是一帮大款拿自己的钱买基金，你可以这么理解啊，投给 VC 这个人呢，大家也不敢投，就觉得没有什么好机会，整个市场就停滞了。所以 VC 们啊，现在一定是要炒作这个概念的。总要你像这个环节，这个大款们有钱了，大款们的钱可能是从像王慧文这样的大款，或者是说实体经济的大款，他们要把钱投给 VC 再把钱投给创业公司，创业公司呢做大了以后上市再往回退，然后这个再给大款分钱。这个链条上面啊，肯定得有几个人先起来，才能让它正向的运动起来。所以你看现在国家也在这个注册制，对吧？也鼓励大家，或者是说这个也不叫鼓励，就是放开了境外上市的一些限制条件，对，变成先上市后备案。然后呢 VC 也恰到好处的跳出来炒作各种新技术 ChatGPT 大家都试图想把这个链条盘活，所以也能理解。但是至于说这个链条上大家信不信，这是两说也有可能他没看懂不信，但是必须要赶上这个风口吹一波，也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你是觉得很多的所谓的 VC 他拿出这个概念来，其实是希望有更多的 LP 看中这样一个机会，继续往下接盘。对，你看 VC 什么的，不管是一级市场的还是二级市场的这些投资公司，那每天拼命的写研报，不就是为了募资吗？现在募资比较难，他们就拼命的这个加码。其实他们自己信不信呢？难说他们自己可能也看不懂，因为这些人写研报的人不一定懂科技。但是你说到这里，我就又想提到另外一种焦虑了，也是最近看到比较多的，因为 ChatGPT 在中国不太好使用嘛，对吧？你需要美国的 IP， 你还需要海外的手机号，其实它是刻意屏蔽了中国的这个市场。这个时候有的人玻璃心就上来了，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自主可控啊，你看别人又开始卡我们脖子了，中国的这些所谓的硬科技为啥一直不行？别管是之前我们说的芯片还是我们现在就是光 IT 领域吧，还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些 AI 等等这些东西，别管硬的还是软的，似乎好像都差别人半头甚至多半头，甚至两头，对吧？在这个时候往往就有人鼓吹了，我们还是要在这个硬科技上弯道超车。但是能超这个车吗？或者是能很顺利的把这个车超掉吗？我觉得比较难，因为过去咱们芯片这事儿其实就挺明显的。芯片咱们还试图大力出奇迹，就是国家鼓励出钱干了这么多年，你发现这钱都让这帮人骗走了，反正钱是没了，东西没看见。对，就也没见他做出什么来。而且芯片的最基础的那部分，比如说设计还是在用别人的设计，咱自己好像也没有人搞这事儿。就是整个，因为咱们说到这个 ChatGPT 这事儿，它的其实供应链特别长，最根上不就是芯片吗？对，因为你要训练。你发现这个 ChatGPT 是很少有的一个从头一直到应用咱们中国全碰不着的东西。是，你把这个芯片没有，显卡买不到这个技术不开源，语料库也没有，最后你想访问的时候还屏蔽了你，手机号也没有。对，这个事儿就有点尴尬了。然后我其实有点感觉，就是感慨也不是说难过就是一种感慨，就是说当这个技术上薅羊毛薅的这个羊发现了以后该怎么办的问题。羊不给你薅了，对，羊走了，人家穿上皮夹克走了，你薅不着了，这怎么办的问题，我觉得不好办，不好解。
我是这么看这件事情的，当然有很多负面的说法了，我们在这里也不说了。我是这么看，这个根源上是什么？其实我们都讲中国是互联网大国，你看又有阿里又有腾讯，我们这么多这么高市值，曾经这么高市值的互联网公司在这儿，那我们怎么也算互联网大国了，对吧？但是往往就像某高老师说，这个羊穿上皮夹克走了之后，发现怎么内裤都露出来了，好像都有这个感觉。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抛开我们负面的这些东西不讲的话，其实在过去这些年，尤其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从2000年1999年一直到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是有一个分工的默契的。美国，当然咱说美国指的是外国啊，不是特指美国。美国负责什么呢？负责技术，对吧？一些新的这个芯片也好，新的技术也好，新的甚至说是一些技术标准也好，这个往往都是美国人搞出来的，对吧？啊，软的有 Google 啊等等公司，硬的有英伟达呀、英特尔啊这等等这些公司，有苹果这些公司，它是搞这些东西，把这个最基础的东西搞出来。好，中国干什么呢？中国不缺的是人，不缺的是市场啊！我们把这些东西拿过来，放在一个大市场里，变成各种各样的应用，对吧？打车啊也好啊，外卖啊也好啊，我们通过社交啊也好啊，对吧？我们通过这个大市场把这个技术变现，然后大家坐在那儿想想这个钱咱怎么分，对吧？是这样，一直干了这么多年，但是现在突然这个分工没有了。我觉得不仅仅是这个羊穿上皮夹克跑了，是这个羊啊没有了，不是跑了。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事儿就很难了。我觉得是这样，本来大家分工的好好的，对吧？咱们负责变现以及消费这一端，应用和消费这一端。而美国呢，这么多年它在基础研究上面的积累很深。所以他就把这件事儿做了就行了。对，你看咱们的互联网起来的用的也是美国的硬件，CPU 什么的，从标准都是人家定的。对，然后呢也用了这个以美国为首的开源软件，快速的做出来。但是呢，当然了，开始的时候连这个 idea 都是硅谷的，但是后来呢，因为我们对，因为我们市场大，迭代快。也就相当于在我们这个市场上进化出来的物种更有优势，所以现在我们也反向输出到美国，看起来就非常好，对吧？对。但是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有两句老话，一句老话叫闷声发大财，一句老话叫吃肉不要吧唧嘴。哦，第二句我没听说过，我听的是喝汤不要吧唧嘴。还有一句话叫财不外露。对，那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行了，我们就跳出来说我们行了，其实还不行，就别说你真行了的时候，你也不要说，对吧？这叫闷声发大财。但是你还不行的时候，就以为自己行了，就要跳出来。那当然，别人觉得你威胁你对我产生了威胁，人家羊开始穿皮夹克了，这个事儿就我觉得太蠢了。是，但是到今天也没办法，因为这事儿已经发生了，也没办法。对，这一下暴露了特别多的事儿，就是这个说来说去节目都能聊没了，对吧？咱也没法在节目里多聊。我就觉得现在啊，就是没办法，只能后边撵。就比如说啊，就是这个真把这门关死了，咱们跟美国差距有多大呢？比如说芯片上边，可能因为咱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很多过去的故事啊，咱们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芯片设计和制造行业跟世界的这个并没有什么差距。对，但是因为买不如租的这种思路，导致把我们的设计都关掉了，改用买这个到现在呢基本就没有了，再从头追那就差这么些年呗。是，这才多少年？30多年、40年而已。就算你现在1年顶3年，你还得干10年呢。那就干10年嘛。那人家又干了10年了。不是，问题是现在有些技术东西他不卖给你了。
你会芯片设计软件现在都不卖给你了，你这个事情就是有些人会拿兆氢弹来讲，说兆氢弹说那时候也是技术封锁，什么都不给你，但是兆氢弹是可以不讲成本的。你做工业化做这个产品化是要讲成本的。对啊。如果咱们现在讲造氢弹比谁氢弹卖的便宜啊，咱们市场上有氢弹交易市场，那我估计咱也不行，也是竞争力不行。对，就是能造出来和一个能够产业化并且能做到现在这个成本，我觉得这差距太大了。就是你造1颗和造1万颗是不一样。当然了，没办法的话就追呗。大家有点耐心。这个事儿我倒觉得是现在是逼得你就所有人必须得想说，如果说这种事儿真的发生在自己头上，那自己怎么办？这么想啊，其实对这个咱们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说并不是坏事儿。因为我们在 ChatGPT 这一类的 AI 上看起来，如果被封锁的严严实实，其实大家国内是用不了的，对吧？或者是也不会享受到它的好处，所以也不会发生被替代的这种坏处。全世界都走进了这个 Star Wars 的那个科技上，那咱这儿就当朝鲜也还行。但是很难啊，你又不可能完全的都封死。现在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完全变成了一个封闭市场，这个事儿就是你说的这个结论就成立了，你说的这个市场现状就成立了。但是现在不是啊，现在它这个门的缝是没有真的关死的呀，这时候你就难受了。对，其实啊，就是从我的愿望来讲，就不要关。这还是要拼命的开，哪怕再踹一次门，像80年代一样，再开大，我觉得都是比现在要强。我觉得现在就你很难说哇自主可控，我这个自力更生这件事情很难，因为协作这件事儿越来越深入到每一个行业里面去了。对，就你一个公司很难，你把所有东西都自己建了，太难了，因为产业链。供应链太长了，即便我们今天说很多公司都搬到了这个东南亚，但是如果你到了这个长三角、珠三角去看，那还有大量的搬不走的东西呢，搬不走的供应链呢。而且你说你供应链，你说的工厂可以搬，你的原料产地咋办呢？原料也好，工人有技术能力的工人也好，这些东西都是搬不走的。那不是说我投钱建个厂这件事就干了，这仍然是一个协作的问题。你真的觉得好，我退出中国，我就在印度弄个厂，好像说苹果在印度建的厂的良率很低，就必须低啊，他那识字率才多高啊！我是不相信，就是一左一右嘛，反正我哪边现在都不太信这个事儿，只能说得有我们自己独立的判断哈。所以 AI 这事儿，其实在我看来，跟这事儿都是一样，说它太好太坏都是值得警惕的。没错，我其实今天这节目就想说这事，大佬们焦虑归焦虑，但是你之前可能真的没做过这个硬科技的事儿。你说让一个搞外卖的去研究投资 AI 这件事儿，我是觉得有点强人所难，说实话。当然他可以研究，但是他的那个思维模式真的能转到这上面来吗？我觉得这个每个人都有路径依赖，这不分对错，对吧？不是说以前做外卖你就 low， 不是这意思。但是它不分对错，你这个，哎呀，你真的转过来去研究硬科技，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很难，那也很难找到里面的这个真正的运作逻辑和规律。但是啊，我们想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王慧文老师，他将 ChatGPT 想象成一个基础设施。他是要做上层应用的投资，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这个我同意，但我跟你说，这种上层应用如果在商的话，跟你说中国就是这个结果，大公司自己干，小公司用不上，你怎么办？你最后的结果可能也是叫好而不叫座。对。他也不见得在中国做呀，他投资的钱都是离岸的，一看5000万美金嘛。那你就面临是跟微软、跟谷歌他们竞争，或者跟其他一堆做 AI 的公司竞争了。你有竞争力吗？他的竞争对手可能是 OpenAI 的客户，因为 OpenAI 是卖 API 的，他有很多客户啊，其实是创业公司，
用它的 AI 能力来做一些垂直领域的事情。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可能中国的公司在一些小的品类里边可能会有世界比较靠前的一个或者叫全球领先，但在这个大的品类里边，中国公司在里边能领先的其实并不多。我指的是这个相对于技术和技术相关的这种公司里边，那你想吧，那你王慧文能突破这个所谓的过去的这个枷锁吗？那可能有各种原因。而且这波大佬说实话，就是不带褒贬的说哈，他们自己可能也会承认，实际上他是站在了一个快速前进的列车上成长起来的。他自己的努力跟他现在的成功到底有多大的关系？当然这个也是咱节目中无数次聊过的事儿哈。就是他的成功都是建立在时代的红利上的。是的，但真的让你逆水行舟，他愿不愿意呢？他可能就不行，他不是说愿不愿意的问题，可能他就跑了。对于他来说，就会跳上另外一艘更快的船。对，他试图寻找一艘更快的船。对，但是现在还有没有快船这件事情也难讲啊。真的在应用层面做创新，真的还那么快吗？所以你想想说 ，OpenAI 就哪怕说咱从那个 AlphaGo 的时间算起来，到现在这也花了多少年才算是出来一个ChatGPT大家觉得很惊艳的一个 AI 的一个相对比较通用的一个东西，对吧？但之前呢，大家觉得，哎，它可以打游戏，它可以去做一些相对垂直的一些应用都可以，但是在通用角度是没有什么突破了。所以为什么大家都是这么能够容易破圈，就是因为这个突破是真的很难，是基于前边全球的人可能是2-3年的积累到现在的一个整体的突破。那你想想这个算是有多难呢？而且这是在一个相对可能花了10亿、20亿美金的前提下呀，还不是你只是把那些东西传一下就行了，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个突破。所以 OpenAI 不开源太可恨了。但这个确实啊，你想，你花了几十亿美金干的事儿，你愿意那么拱手让人 open 吗？对吧？对吧？甚至说培养竞争对手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商业公司，它卖 API 卖服务并没有什么错。这个事儿其实我能理解，说马斯克说这个背离他的初衷，他可能认为之前 AI 是应该服务全人类，所以希望做一个非盈利机构。但对于他的 CEO 来说，如果这事儿真的要花很多很多钱，就不是个非盈利机构能够达到的目的，那还是做成一个叫有限盈利的公司，可能是比较有现实意义的。对，因为这个话题咱在这期节目里就不太方便展开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资料。OpenAI 这个公司的它这个股权设计的模式也是有一些创新的，对，还蛮好玩，这大家可以去查，因为他希望更多的去保障是一个有限盈利的一个状态。对，所以马斯克和 OpenAI 之间有什么事儿啊？这事儿还很难说。我估计他是觉得他就是觉得背离了他的这种开源的初衷嘛。但现在从 GPT-3 开始就不开源了。对，这个是表现，我们大家能看得见的，可能还有看不见的事儿。看不见的，我觉得其实就是因为可能对于马斯克觉得这事儿投个10亿美金就能做出来，可能这边发现得需要100亿美金。反正我现在是发现了，就是互联网圈大小事都离不开马斯克，我也不知道为了啥，因为啥，这个出镜率有点高，这哥们儿啊。行吧，其实我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大佬们的焦虑吧，其实也没聊特别深的，只是最近对这个 OpenAI 破圈之后一些现象的思考吧。但是一切我觉得还是那句老话，且看。行，那我们的这期科技乱炖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再见，拜拜。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